这款模型做得好的地方是真好，让人糟心的地方也是真糟心啊。咱们开门见山，本期视频啊就来聊聊所罗门魔丸出品的这款酸浆果。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啊，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算得上是我这几年拼过的400-500个模型中剧情最多的一台。本视频啊咱们分为2部分，先说问题，再说亮点。因为这玩意儿亮点啊，好多大 UP 都已经说过了，但缺点没什么人说，我也真的是不吐不快啊。尤其是为了等纽扣电池，我还把视频推后了5天才能发出来，可把我给憋坏了。先说说包装和运输的问题，这是我进行拼装前把从板件上掉下来的零件放一起拍的合影。大家注意看这里这2个白色零件和这个红色零件啊，之后要考的。其实因运输问题所造成的掉件，在万代的产品上面也是很常见的。这个酸浆果的水口啊都设计的很小，优点是剪后的痕迹小，缺点啊就是容易掉。所以我一开始面对这些掉件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拼装腰部的时候，发现这个零件居然是断成2半的。不过还好啊，断裂处刚好就是机械缝刻画的地方，直接粘好就行，气儿还没喘上来呢。拼头部的时候又发现这天线居然在板件上面就断了，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顿时啊我就慌了。因为这台酸浆果是粉丝买了以后说希望我评测寄过来让我做的，所以不是我自己的，也就更怕出问题。于是我一面跟粉丝联系看售后能不能解决，一面自己尝试着修复。好消息是粉丝说客服那边很爽快，补件都发货了。我这边也通过白盖把天线基本修复到无痕的程度了。正当我到处发照片炫耀自己的修复技术时，这一幕突然让我心脏骤停了。我原先真的以为啊，那2块板件只是掉的单独零件，而盾牌之所以会缺2块，可能啊就是什么不对称设计什么的。结果拼盾牌时候一看说明书才明白过来，这就是稀碎啊！更让我难受的是，裂痕上面还出现了掉渣的情况，导致就算把断件拼上也有明显的痕迹。赶紧把这个事儿跟粉丝说，结果粉丝说客服反馈这个没法补，因为都已经剪下来了，是无法视作由运输问题所造成的。于是啊，我就赶紧背面用白盖，正面用绿盖，再给掉渣的地方热敷上流道水口进行抢救。经过1夜的奋战，第2天修剪打磨以后，我的嘴角又出现了90度的上扬，医学奇迹啊，居然基本做到了无痕复原，且组装时呢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然而我还没高兴几分钟呢，拼炮筒的时候就发现卡齿轮的小豁口居然也掉了。不过还好啊，我也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这种程度的损伤分分秒就修复了，甚至不用跟粉丝打报告了。但话又说回来啊，我这几年做了得有400-500个模型，来回各种快递都收过，出现这么严重断件的，这还真是头一次。厂家发给粉丝的快递啊，我不知道是啥，但粉丝发给我的快递那可是顺丰啊，还是同城，这种程度断件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换作是一般的初学者玩家啊，真的是挺难修复的。再看看我刚收到时这一袋电动装置的情况，可能造成这一现象呢，难免是有快递的锅，但包装问题啊也绝对是存在的。比如像天线这样的脆弱板件，万代经常会给流道加以保护板的方式避免损坏。而有一些大个的板件呢，虽然小水口后期痕迹小，但不可否认大水口啊确实会更坚固一些。一旦像盾牌外甲这样的大板块出现水口脱落，是很容易造成进一步板件损坏的。我觉得厂家在将模型商品化的时候啊，还是要更多的考虑运输问题的。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板件质量和组合度问题。先说板件质量，大部分板件还是很不错的，锐度很高，还有消光质感，非常适合新手速组。只不过个别板件会出现拉丝的情况，是真的拉丝啊，出版就这样，还是挺让人担心再版以后质量的。另外还有不少板件都会出现，这算是注塑痕迹吗？尤其是水口周围啊更加明显。如果纯速组的话，这个还是挺影响观感的。组合度的话，大多数地方问题都不大，不过就是偏紧一些。我这手拼1天下来啊，也是肿胀破皮了，但有些位置啊会出现卡损很难插入的情况，需要自己修装。尤其是肩部这里，这几个小圆零件本来就很难拿好，再加上装位特别刁钻，就算用手加镊子都很难将它顺利的安装进去。最后啊，只能把这个桩剪成3角形，里面封上一层胶水才算顺利安装。其实万代也有不少这种小零件，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大多数啊都是3角装的。我觉得厂家在这方面啊也可以多学学万代的成熟经验。另外前
前裙甲也有个问题，这里的白色外甲在安装前是标准的90度凹形零件，结果拼到裙甲内构上之后，就会出现被撑开的情况，甚至从正面都能看到板件有些许的变形。这里如果大家是手涂或者是擦渗线液什么的，可一定要在拼装之前完成，不然分分钟饼干化。还有就是极个别地方会出现组合度有缝隙的情况，还好不太影响最终成品效果。最后呢，就是有几个地方比较容易掉件，我这里随便剪一些拍摄视频过程中遇到的掉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这还是我把最容易掉件的脚尖和脚后跟粘死了以后遇到的。接下来说说关节把持力度，脚踝这里想必很有名了吧，跟拨浪鼓似的。我就比较好奇为什么只有这个零件会如此之松？难道设计师不是一个人？虽然脚踝这里严格来说一共有3个关节用于控制脚的接地，除了这个都挺紧的，但最终对模型的稳定程度影响还是有的，确实闹心。另一个问题就是腰部，首先纵轴卡榫就特别的松，大家可以再感受一下而一旦你把后方的锁扣解锁，这上半身怎么动可就由不得你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松软。其实就算你把后方的锁扣锁上，都会出现些许松软的情况，把玩一下呢，锁扣还容易脱落，甚至模型在那放一会儿就会出现老歪脖子树的情况。不过 GP02 毕竟单边背包上面有一个炮，这也算是难免的吧。厂商设计的锁扣就有种明知道小区里边闹小偷，专门配了把锁，结果这锁是小偷一拧就开的水平，聊胜于无吧，只能说。另外肩部这里真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看一下秒懂配合这个腰部突出一个上半身不遂。还有就是大腿根的把持力度不够，尤其是胯部的下拉关节，稍微把玩一下就松的不成样了，有点难受的。最后就是驾驶舱盖板这里有一个设计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把盖板上方的拉杆摁过头了，驾驶舱盖板就会出现严重错位的情况，必须要手动调整到恰当的位置才能完美闭合，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咱们再说一些杂七杂八的小问题吧，比如说说明书这里下面那稀碎的线是我画的，按理说这个零件呢，其实应该先在下方卡进去之后再完成上方的安装动作，这里呢没有标明。再比如这个按理说是要先安装两边的 H6、H7 零件，再安装后方的 E10 零件的，但说明书呢没有标出先后顺序。还有就是像这里说明书画的是插槽，实际上呢是板件上的装柱。还有就是这版警示贴纸，事先声明这个只是薄薄的普通贴纸，并不是 PGU 元祖那种 3D 贴纸，而且贴纸数量也不对。就拿这编号4来说，按照说明书至少是需要14个的，而实际只给了8个。还有个离谱的，就是火箭炮这里按说需要一个透明件的，而说明书上没有画，我也是拼完了以后才发现，怎么剩个透明件还有就是这个 W19 连接件，说明书是先要求安装到火箭炮上，后面又说要安装到连接杆上。我装的时候发现，这 W19 已经被我剪下来了，难道是掉件了？回想一下才想通这是咋回事。不过都是小问题还好。最后再说一些个人主观的问题，首先是内构，我觉得总体设计非常的出色，大量的液压杆联动以及机关联动，再配上非常 MG 2.0 的骨架设计风格，比如腿这里卡刹的既视感太强了，所以对于喜欢内构的玩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满足。我觉得这个厂子的设计师肯定是不简单的，无论是骨架和外甲的细节设计，还是各种联动设计，看得出来真的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大手子。只可惜有一点我不太满意，就是这下半身的银色内构稍微有点太多了，看起来有一种一个灰人穿了双银色长筒袜的感觉，把小腿的银色匀上半身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另一个就是造型手的选取是最恶心的4指插拔的方式，这种手型真心特别容易掉，拼过 MG1W 系列的朋友肯定都很熟悉。我觉得作为一个2024年的新品，这种设计真的应该淘汰掉。还有就是这个模型设计了一些抱甲结构，由于有的地方紧实度调教有问题，尤其是像前裙甲和侧裙甲这里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拉开，整体的体验并不是很好。最后就是水贴了，可能由于本身模型细节就比较多吧，水贴都是以溜边为主的，用于突出外甲的边缘界限，可是整体的效果基本算得上是似有似无，且跟渗线构的刻线严重重合，再加上水贴本身特别软，很容易出现卷到一起的情况，贴下来真的是不怎么舒服。对了，顺带一提，这背后炮管上面这3根针真的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比如说用盖板啥的遮掩一下吗？每次看到这3根针就这么暴露在外边，我真的是提心吊胆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款
款模型我比较想吐槽的地方了。接下来咱们说说优点。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反万代法务部脸，说真的啊，我挺喜欢的，甚至感觉比 GP02 的脸还好看。如果这是我的模型，我都打算就这么用这张脸来做展示了。这个算优点了啊。这里我也拿出可能比很多观众年龄都大的我20年前买的万代 MG 彩色电镀 GP02 来做一下对比。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了，有些缺件大家不要在意啊。那么二者对比一下，你更喜欢哪款呢？顺带一提啊，我之前一直纳闷为啥所罗门的酸浆果要给脚尖设计出引出结构，摆造型的时候我算明白了。由于这款模型的盾比较短，正常握持情况下无法接地，必须拿脚尖垫着才可以。相对来说，万代老 MG 的盾牌在2翼展开以后呢就比较长了，可以直接杵地上。不过所罗门这个脚尖也还好，至少保证了盾牌的稳定度。话说这款模型 GP02 头部组装说明就印在盒子上面，我不太懂法律啊，但是我十分好奇，这么做真的能避免版权纠纷吗？怎么有种掩耳盗铃的感觉啊？哦，对了，这款模型虽然有驾驶舱，但是却是无人机啊，有需求的玩家需要自备小人。模型的内构看点很多，手肘部分大臂、小臂都有尾压杆联动，手腕、腰部两侧、膝关节、脚腕关节也有真实的液压杆结构，大腿外甲这个联动做的也是很丝滑。另外内构上面还有大量的机械细节，如果有涂装手艺出众的，涂一涂肯定是非常好看的。这也是为啥我说这是 MG 2.0 时期的设计，它的机械造型是有别于 PGU 那种框架结构的，更符合普通人对机械细节的直觉。也不得不说设计师水平相当可以，外甲方面的细节刻画也是恰到好处，不像很多国模会出现乱七八糟的刻线和镂空分色，再加上诸多棱角分明的转折面设计，这个设计功底真的是挺扎实的。模型的分色也不错，白色外甲上的小色差分色看着很舒服，全身该给到的零件分色，像喷口内部像脚底板的喷口也都给了，甚至连背后打开舱盖以后取出的核弹头都给喷口做了分色，虽然感觉稍微有点违和吧。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是驾驶舱盖以及肩甲外侧的这个浅蓝色，感觉跟深蓝色色差太大了，有点不太搭。水口方面，基本外甲大多数地方都是隐藏水口，而且设计的位置都很不错，就算是非隐藏水口，就像我之前说的，水口面积都很小，因此对于一刀流选手来说也是绝对的好评。接下来简单过一下可动，头部由于两边领子的干涉，左右可动范围一般，上下还是够用的。腰部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咱就不多说了。手臂平台轻松超过90度，曲肘也能摸到肩膀。除了造型手上的球关可动，手腕也有独立的可动，并且会伴随着真实液压杆联动。胯部有下拉关节，下拉后前踢90度，侧踢90度，后踢90度。屈膝角度对于 GP02 来说真的是相当可以了，并且伴有大腿外甲以及膝关节的联动。脚踝接地虽然有很多关节辅助，但最终侧摆角度依旧比较一般。肩膀上的喷口可以大幅度平台，并且中间还多了一段可动连接杆，喷口展开有联动结构，内部也可以看到尾液压杆的细节。其实这个也是万代老 MG 就有的设计，机操物溜腰部的光束军刀剑柄可以拔出，拔出时注意剑柄如果之前插得太深，很容易在拔出时掉件，需要用手顶一下辅助拔出。然后呢，就可以配合给到的光束军刀特效件，组合成光束军刀使用时的样子。这个特效件呢，还有一种涌动的感觉，做的是挺不错的，通透度也很高。盾牌方面，上面的标志是使用镂空分色来完成的，背部的握持手柄也可以像四驱车的卡扣一样旋转打开，从而呢取出内部的火箭炮。不过这也同样是万代老 MG 就有的设计了，对于新玩家来说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另外就是这款模型还支持抱架结构，现在专业叫老都叫整备模式是吧？展开的方式大多数都是滑槽结构，或者类似于 PGU 元祖那样的各种翻盖，小腿则是会类似于卡刹那样的展开。背包部分也有一些翻盖结构，而且打开以后呢还能取出内部的磁铁，这是用来使用胸部的磁控灯的。最有看点的还是肩部两侧大喷口的展开设计，先将蓝色壳子外拉解锁限位，同时呢壳子也可以展开，看到里边的怎么有点像大脑限位解除以后呢，就可以外拉喷口，将两侧的盖板联动展开，同时呢还可以利用连接杆结构将两侧的小盖板也展开。后面的辅助喷口呢，也可以将上方的外甲拉出，再外拉推进器露出里边的金色细节。不过要注意这里上方的外甲稍微有点难收，大家可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至于灯效，虽然我已经为了等电池
实延期了5天了，但目前物流问题啊比较多，迟迟收不到，没办法，只能委屈大家去别的视频里边看了。好了，以上就是这款由所罗门魔丸出品的酸浆果评测了。总的来说呢，无论是内构还是各种联动结构设计都是非常出色的，有种继 MG 2.0时期内构之大成的感觉。外甲的设计也是很轻 GK 风，观感呢非常不错，一些亮眼的细节设计也能看得出厂商是用心了。但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啊，运输损毁率有点高的可怕，包装和流道保护的设计上真的还要再多下些功夫。另外一些板件的成型表现、组合度、关节把持力度以及说明书的审查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当然，除了模型素质问题以外，厂商的下架涨价操作我觉得也是应该要注意的。这种东西吧，就是如果你一上来就卖400，然后大 UP 们一顿吹，大家都会觉得啊，厂商真用心，这模型啊真值。而一旦玩家看到你是从260涨上来的，再加上模型本身小问题也不少，就难免会让玩家觉得心凉。毕竟初期的口碑其实有时候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不是 ？OK， 今天视频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